当一只被救助的怀孕金毛猎犬被带到动物收容所时，新员工梅西主动承担起照顾它的责任。兽医曾警告过他，超声波显示这些小狗的情况不太正常，这让梅西隐隐不安。然而，当分娩的日子终于到来时，他却完全被金毛猎犬生下的牛小狗震惊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梅西被楼下传来的大声嚎叫声惊醒，他知道时刻已到，贝拉即将分娩。他从床上跳起来，冲到被救助的金毛猎犬的床边。贝拉是一只被救助的流浪狗，他和梅西已经共同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。梅西每天都会陪伴贝拉，带着她散步、喂食，安抚她的不安。两者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依赖。看着此刻正经历阵痛的贝拉，梅西的心一阵阵抽痛。但现在不是为贝拉感到难过的时候，因为梅西需要集中精力帮助她接生小狗。虽然兽医已经提醒过梅西，这些小狗很可能不正常，但他仍无法抑制心中的疑惑，它们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他一直反复思考兽医的话，但怎么也想不明白。贝拉痛苦的呻吟声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。梅西知道自己必须集中注意力，帮助贝拉顺利分娩。然而，当小狗的头终于露出来时，梅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小狗的样子完全不像他预料的那样，它的皮毛斑驳、粗壮的四肢和纹路分明的外形，竟然看起来像一头缩小版的牛。贝拉到底生下了什么？梅西一时语塞，心里充满了震惊与困惑。在那漫长的2个小时里，贝拉用尽全力将每一只小狗生下来，梅西全程陪伴、护理，尽力保持冷静。然而每一只新生的小狗都呈现出相似的奇怪模样。尽管梅西感到无比惊愕，他知道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，他必须想办法照顾这些特殊的小狗们，并弄清它们的异常之处。他急忙联系兽医，心中充满了疑虑和不安，甚至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。贝拉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些小狗又为何会如此不同？流浪狗被带进救助站时，发现它们怀孕并不罕见。街头的生活残酷，生存与繁殖的本能让流浪动物不断繁衍，但能够顺利照顾怀孕的狗，迎接它们的新生小狗，对于救助站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救助站设备简陋，人员紧缺，更别提一位常驻兽医了。因此，当这只金毛猎犬被带进来时，情况显得格外棘手。这家救助站有一位合作的兽医，但兽医并不在现场。因此，当一只挣扎中的怀孕金毛猎犬被带进来时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。他们已经人手不足了，而这只狗显然需要大量的关注。他们能够应付它以及其他的任务吗？照顾这只狗的工作不仅仅是等它分娩，因为一旦它生下小狗，还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。此外，一位资深技术员觉得这次怀孕有些异常，需要迅速找出问题所在。现在，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各种方案。有些选择自然比其他的更令人愉快。他们考虑过将这只狗带到另一个救助站，或寻找其他志愿者。然而，他们也在考虑对它进行安乐死。这张桌子上竟然摆上了如此令人悲伤的选项，实在是不幸。但考虑到救助站已经如此繁忙且人手不足，安乐死确实是必须被考虑的选项。大多数工作人员倾向于安乐死。然而，这只狗之所以得到了它所需的帮助和关注，主要是因为一位相对新且经验不足的救助站员工梅西。梅西从小就对动物，特别是狗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他知道自己想与动物共事，并一直期待成为一名兽医。他开始为此上学，但在一次印尼救援旅行中，他的人生目标发生了改变。在美国，梅西主要见到的是幸福的狗狗，它们都受到良好的主人照料。然而，在印尼，他见到的是营养不良且经常生病的流浪狗，它们被遗弃在街头，四处游荡。他甚至没有去帮助这些狗，只是看到这些不幸的狗狗让他心碎。当梅西回到美国后，他开始研究街头流浪狗以及如何帮助它们。令他震惊的是，他发现流浪狗的数量之多，远远超过他在自己小镇上所见，甚至在附近的大城市中更加普遍。从那时起，梅西只想帮助这些小狗。当他满18岁时，他搬到波士顿，并申请了一个流浪狗救助中心。由于站内人手不足，梅西几乎立刻被录用。梅西充满了希望和决心，尽管他才刚刚开始工作2周，怀孕的金毛猎犬贝拉就被送来了。他们讨论了如何处理它。当安乐死的选项被提出时，梅西决定介入。他无法仅仅因为方便而让一只怀孕的动物被安乐死。梅西主动提出加班免费完成他的常规工作，并为贝拉提供额外的照料。站长非常感激梅西的提议，将贝拉完全交给他照顾。梅西决定暂时把贝拉带回家，以便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能够全天候照看他。梅西在家和站之间往返，双重工作。幸运的是，他住得离车站很近，并且得到了他同样喜欢狗的室友的帮助。梅西感觉自己在帮忙，虽然情况只会越来越复杂。车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尽力帮助分担梅西的一些任务，以便让他的生活稍微轻松一点，并给他更多的时间照顾贝拉。他们被梅西对这只狗的奉献和关爱所感动。然而，他们能做的也有限，因为车站人手不足。不幸的是，即使有同事的帮助，梅西依然在挣扎。贝拉在怀孕的最后几周状态不好，梅西不得不多次带贝拉去看兽医。在照顾贝拉期间，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压力。所有去兽医那里的往返花费了梅西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他内心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。贝拉和小狗出生后会发生什么？梅西没有足够的钱再照顾他们太久了。他努力不让自己变得过于失望。梅西尽力将所有关于贝拉健康和金钱的忧虑放在脑后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贝拉和他的小狗的健康。医生在一些药物的帮助下让贝拉保持稳定，但在检查小狗时似乎对超声波图像表现出过分的兴趣。兽医在超声波图像上看不清楚很多东西，但从他能看到的情况来看，他几乎肯定贝拉没有和其他金毛猎犬、拉布拉多犬或其他类似的狗待在一起。小狗们看起来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。梅西非常确定这不可能。然而，兽医最后将超声波图像展示给几位同事，但没有人能确切指出这些小狗有什么异常。这开始让梅西有点担心，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不健康？他对投入这么多钱感到非常担忧。如果小狗们无论如何都会死掉的话，由于贝拉曾经是流浪狗，它可能被任何可以与狗交配的动物受孕。梅西在这些小狗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会遇到什么？它们甚至会成为小狗吗？梅西非常确定这不可能，但兽医似乎很确定这些不是狗。梅西问小狗们，或无论它们会是什么，是否健康。兽医向他保证，尽管超声波图像看起来很奇怪，但它确实表明小狗们目前是健康的。这对梅西来说是最重要的，他可以在这一点上找到一些安慰，尽管其他方面依然充满挑战。
在梅西带贝拉从兽医那儿回家后，他知道贝拉很快就会分娩。梅西明智地从收容所请了假，因为他知道现在他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。兽医所看到的情况让梅西足够担心，知道他需要陪在贝拉身边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梅西真的开始感受到他与贝拉之间越来越深的情感纽带。尽管贝拉在挣扎，梅西仍能感受到贝拉有多么想要给予爱，并且对照顾贝拉的渴望也日益增加。然而，这也带来了一些困难，因为梅西已经住在一个小公寓里，几乎没有钱来支撑自己。要给贝拉一个她应得的生活，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。更不用说贝拉预期的小狗们了。梅西没有办法照顾这么多狗，但他爱贝拉，并且想要以任何方式帮助她。但梅西要怎么处理这些小狗呢？他可以合理的让贝拉的情况维持下去，但小狗却难以应对。梅西希望能多一点时间来做出决定，但遗憾的是，这并没有发生。小狗们来了，很快就要来了。那天晚上，贝拉开始分娩。梅西一直希望当这一刻来临时，至少是在白天，但正如他最近经历的所有不幸一样，贝拉在凌晨2点开始了分娩。梅西的希望不幸落空。睡觉前，梅西在狗窝里放了一个婴儿监视器，希望当贝拉开始分娩时，能通过贝拉的叫声被唤醒。他知道时机快到了，但他也不能24小时不睡觉等待。因此，在放置好监视器后，他上了床。贝拉开始分娩时，梅西自然是熟睡的。直到婴儿监视器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哭声，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并确认自己确实醒着，而不是在做梦。他在过去几天里已经精疲力竭地工作过度。梅西迅速穿上旧的运动裤和一件旧 T 恤，下楼去了。这可能会很快变得很糟糕。当梅西打开灯时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贝拉还只是处于分娩的早期阶段。梅西需要将他在收容所学到的技能付诸实践。贝拉的舌头伸出嘴外，呼吸急促，他的整个身体随着每一次阵痛而扭动。梅西迅速去拿了些毛巾和一桶水。狗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清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梅西不需要努力防止乱七八糟的情况蔓延。梅西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贝拉，但他也知道这主要是一个他需要独自面对的过程。他抚摸着贝拉的脸，明确表示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在贝拉身边。经过大约半小时的用力后，梅西终于开始看到第一个小狗。梅西感到一阵紧张和兴奋，他仍然不知道贝拉会生下什么样的小狗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贝拉和什么狗交配过。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，这种悬念让他坐立不安。然而，当贝拉的第一个小狗终于正式出生时，梅西的兴奋很快变成了震惊。那些斑点，那些鼻子，那些腿，梅西怀疑这是否甚至是狗。小狗看起来不像他见过的任何狗，更像是一头小牛。梅西从未见过任何长得像这样的小狗，但这怎么可能呢？狗的基因有时会很奇怪，但小狗至少应该部分像贝拉，因为它是它们的母亲，它们应该更像贝拉，而不是目前看起来像小牛的样子。但梅西现在没有时间去担心这些，因为还有更多的小狗，或者这些动物需要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梅西清理了第一个令人怀疑的小狗，并将它放进毛巾里，以便它能保持温暖，直到它的兄弟姐妹也出生。贝拉已经开始用力推第二只小狗了。不出意外，这只小狗看起来和第一个完全一样，下一只也是如此。为什么所有的小狗都像小牛一样？梅西掐了自己一下，以确认自己没有做梦。
但除非他在做梦中做梦，否则他肯定是清醒的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分娩过程，这些本该是小狗的小家伙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凌晨4点，梅西仍然确信自己可能在看错东西。所有的小狗看起来都同样奇怪，但他并没有做梦，这确实发生了。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梅西决定通宵守夜，确保所有小动物能够活到他能在当天早晨把它们带到收容所为止。收容所的兽医会能告诉他更多关于这些小狗的情况。梅西希望他能给他解答。随着夜晚转为清晨，太阳开始升起，梅西无法将视线从这些看起来奇怪的小狗身上移开。他们真的有问题吗？还是他只是看错了？他真的希望兽医能给他一些答案。他也半期待随时会醒来，发现这只是一个梦。梅西尽可能快地把贝拉和那些令人怀疑的小狗装上车，驱车前往收容所。他到达时甚至比兽医还早。梅西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一些清晰的答案，尽管此时最重要的其实是贝拉和小狗们的存活及其健康状况。兽医首先需要进行检查，以验证梅西对他们健康状况的评估是否准确。当兽医到达，并且梅西把他们带进去时，兽医首先挑了挑眉毛，然后开始工作。兽医首先确认贝拉的情况还算不错，虽然他依然很疲惫，有些脱水，但这主要是因为疲劳，而不是其他问题。尽管梅西尽了最大努力，贝拉会很好地度过这一切。尽管早先有过担忧，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小狗。兽医理解梅西的担忧，因为他也认为小狗看起来非常奇怪，但他最终确定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。斑点很可能是因为贝拉和一只具有显性基因的达尔马提亚犬交配了。毕竟狗的基因可以非常奇怪，至于那些奇怪的几乎像小牛一样的特征，这可以解释为小狗出生得太早了，实际上早了将近1个月，它们的许多特征还没有完全发育。当然，这导致了更多的问题。为什么贝拉会这么早就开始临产呢？她现在有了7只未发育完全的小狗。兽医推测，贝拉在街头经历的创伤导致她早产。尽管梅西给了贝拉很好的照顾，但早产的小狗健康也面临风险。兽医向梅西保证，它们可以在他的照料下继续生长。幸运的是，所有的小狗都成功地存活下来，并健康成长。一旦它们完全断奶并且足够大，它们就被送去收容所进行领养。每只小狗都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找到了家，它们不再像小牛一样，看起来变成了可爱的斑点狗。虽然小狗们在家庭中显然很受欢迎，但贝拉是一只经历了许多的年长狗。梅西决定收养贝拉，给这只美丽而特殊的狗一个应得的生活。梅西仍然在收容所工作，而贝拉经常陪伴他，时不时地玩耍和鼓舞收容所的其他狗。看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下个视频见。